除了粗花泥，还能看出是香奶奶吗？在巴黎大皇宫的工地上，见证香奈儿的蜕变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看到香奈儿2026秋冬大秀的邀请函时，心里是犯嘀咕的。毕竟，在大家的印象里，香奈儿意味着什么？是巴黎康朋街那座经典的楼梯，是黑白分明的优雅，是永远不过时的粗花泥外套。可这次，品牌直接把秀场搬进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烂尾楼的地方——巴黎大皇宫。你想想看，穹顶之下，3台巨大的3原色起重机直插云霄，金属骨架和裸露的脚手架交织在一起，活脱脱一个繁忙的建筑工地。这哪像是在办高定大秀啊？但当你真正置身其中，听着金属碰撞的回响，看着灯光在钢架上流转，你才会明白设计师马蒂厄·布拉奇 Matthew Blasey 的良苦用心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秀场布置，它更像是一种宣言：香奈儿正在施工，正在重建，正在蜕变。这种视觉冲击力，说实话，比那些铺满鲜花的 T 台要震撼得多。它让你瞬间就进入了那种未完成的期待感里。这场秀的核心主题，其实藏在一句加百利尔·香奈儿女士1950年代的预言里：时尚既是毛毛虫，也是蝴蝶。这句话听起来挺哲学的，但布拉奇把它具象化了。开场的那一袭黑色斜纹软的套裙，金色纽扣像星星一样点缀在上面，瞬间把人拉回了1920年代的极简主义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香奈儿女士本人坐在角落里抽烟，眼神犀利。但紧接着，音乐一变，低腰线的棒球夹克和工装衬衫出来了。这种转折太妙了，就像是从历史的深处一下子跳到了2026年的街头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这种时空的错位感并没有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有一种传承中叛逆的张力。它告诉你，经典不是用来供奉的，是用来打破的。咱们再来聊聊这次最让人争议，也最让人兴奋的设计点——低腰线。说实话，低腰线这个元素在时尚圈一直是把双刃剑，穿好了是复古名伶，穿不好就是五五分身材。但布拉奇这次处理得很聪明，他从1920年代的 Flapper 女郎那里汲取了灵感，拉长了躯干的线条，保留了那种随性的复古神韵，但又用松散的剪影去呼应毛毛虫的状态。你仔细看那些模特走路的姿态，松松垮垮的，却带着一种不在乎的自信。我个人觉得，这其实是在解放女性的身体。以前的香奈儿强调优雅的比例，现在的香奈儿似乎在说，舒服和态度比比例更重要。这种对黄金比例的打破，恰恰是当代女性最需要的自由，赶除了廓形，材质上的玩法也真的让人大开眼界。大家都知道香奈儿擅长玩面料，但这次简直是材质幻术。你敢信吗？那些看起来像牛仔布的面料，其实是丝绸做的；那些闪闪发光的针织衫，里面织进了珍珠母贝亮片。还有那条 Lorex 丝绒吊带裙，在灯光下流转着红彩，就像把极光穿在了身上。这种细节，你在图片上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如果在现场，那种光影的流动感真的会让人起鸡皮疙瘩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就是奢侈品的护城河。快时尚可以模仿版型，但模仿不了这种面料的质感。这种看似普通，实则奢华的反差，才是真正的高级玩家。再说说那些反叛的细节。腰带下移到了宽布，短款夹克搭配超长裤装，这种短与长的张力，其实是在诠释一种性别包容的态度。以前我们总觉得女装要凸显曲线，要精致，但这一季很多造型模糊了性别的界限，工装元素被抽离出来，赋予了奢华的灵魂。设计师说要让这种精神自由生长，我觉得他做到了。看着那些模特穿着工装衬衫却戴着珍珠项链，你会觉得为什么不能这样穿呢？这种混搭带来的冲突感，恰恰是时尚最迷人的地方。它不讨好任何人，只表达态度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搭配，我甚至想立刻翻翻自己的衣柜，试试能不能把压箱底的工装裤找出来，搭配一件小香风。当然，如果说廓形是骨骼，那香奈儿工坊的技艺就是灵魂。这一点，在这季系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有一件斜纹软呢外套，上面的金线刺绣像是行动绘画一样，自由挥洒，每一道褶皱都像是匠人的呼吸。你想想，这得花多少工时？这种手工的温度是机器永远替代不了的。还有那个幻视锁子甲，用印花金属面料打造出若隐若现的鳞片质感，中章的红彩造型仿佛将黎明破晓的瞬间定格。这种工艺已经超越了衣服本身，变成了艺术品。我个人最感动的是压轴的那件小黑裙，背部一朵立体山茶花旋垂于低露背之上，正面看极简，像匍匐的毛虫，背面看华丽，像翩跹的蝶。这个设计真的太绝了，它把整个秀的主题完美的收束在一个细节里。
这种背后藏惊喜的设计，就像是一个优雅的 wink， 只有懂的人才能心领神会。布拉奇的野心显然不止于 T 台，你看大秀结束后的反应就知道了。巴黎门店的抢购热潮简直疯狂，时尚编辑们为了新款包袋排队数小时，买手们甚至甘愿用多双鞋履的配额去换取一只限量手袋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买单了。在这个大家都说奢侈品寒冬的时候，香奈儿用一场秀证明了，只要东西够好，故事讲得够动人，消费者永远愿意掏腰包。而大皇宫外的那个施工现场早就成了社交媒体的焦点。彩色起重机和香奈儿经典菱格纹的碰撞，被解读为传统与未来的对谈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本来以为是工地的粗糙感，最后却变成了最潮的打卡点。这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话语权的体现。香奈儿定义什么是美，哪怕是脚手架，只要是香奈儿的，那就是艺术。回过头来细细品味这场秀，我最大的感受是平衡。在实用与幻想之间，在历史与未来之间，在保守与反叛之间，布拉奇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他没有完全抛弃粗花呢，那是香奈儿的根，但他也没有被粗花呢束缚，那是香奈儿的翅膀。这种蜕变的哲学叙事重新定义了优雅的边界。以前的优雅可能是端庄的、静止的，现在的优雅是流动的、生长的。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，过程可能是挣扎的，甚至是不好看的，但结果是惊艳的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仅仅是给女人穿衣服，更是给女人一种心理暗示。你可以不完美，你可以正在成长，你拥有蜕变的力量。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，就是整个秀的氛围感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疏离感，反而有一种正在进行时的参与感。脚手架意味着建筑未完，意味着可能性。这很像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也充满了希望。香奈儿把这种时代情绪捕捉到了，并且用时装语言表达了出来。这比单纯做几件漂亮的衣服要难得多。它需要设计师对社会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对品牌精神有深刻的理解。布拉奇作为新任创意总监，这一仗打得很漂亮。他没有急着去推翻一切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重构。这种尊重传统的创新，往往比彻底的颠覆更有生命力。最后，我想说说这场秀留给我们的思考。除了粗花呢，还能看出是香奶奶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更加清晰了。因为香奈儿不仅仅是一种面料，它是一种精神，是独立，是自由，是敢于打破常规。2026年的这个秋冬系列就像是一个里程碑，它告诉我们，经典品牌也可以很年轻，也可以很街头，甚至可以很粗糙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那个核心的灵魂。看着那些在 T 台上自信行走的模特，穿着低腰裤，披着工装夹克，却依然是那个最耀眼的香奈儿女孩。这一幕真的挺让人动容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场有血有肉的大秀。它不完美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未完成的，但它足够动人，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心关于成长的共鸣。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关注，我会说绝对值得。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可能会断货的包袋，更是为了看看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一个百年品牌是如何保持年轻，如何讲述新的故事。毕竟，时尚圈最不缺的就是新鲜感，但最缺的是像这样能让人停下来思考的深度。香奈儿这次真的做到了，哪怕只是隔着屏幕看图，我都能感受到那种破茧成蝶的力量。这或许就是顶级奢侈品的魅力吧，它卖的不是衣服，是梦想，是愿景，是那个更好的，正在蜕变中的自己。